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，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却觉得像上辈子就认识一样，连防备心都瞬间放下了？但有些人，哪怕认识了大半辈子，讲不到2句话就让你心烦气躁，浑身不对劲。其实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会明白，人世间所有的相遇，从来没有什么纯属巧合。我们老一辈常叹气说，有些家人是来报恩的，有些是来讨债的。你是不是也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觉得纳闷，为什么自己对这个家掏心掏肺，却总是吃力不讨好？为什么有些人好像天生自带福气，走到哪都有贵人帮？这背后其实藏着极深的因果与业力。今天我将为你从佛法3世因果的角度，揭开世间3种有灵之人的神秘面纱。看完之后，你不仅能从身体的3个特定记号认出谁是你生命中的大贵人，更会明白如果你自己身上就有这些特征，该如何化解平时的委屈与疲惫，把过去生修来的大愿力转变成你下半辈子最强旺的家族福报。就算你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，也能透过影片最后的3个秘诀，自己把好运吸过来，让家里的运势从今往后越走越顺，越老越有福。很多得道高僧曾开示，世间有3种有灵之人，若有幸遇到，或你本身就是，千万要珍惜。所谓的有灵，并非指会飞天遁地或通灵算命，而是指善根深厚、带有菩提心的人。他们过去生或者是大善人，或者是精进的修行者，或是曾在佛前发过大愿，带着特殊使命与因果，重返人间来行菩萨道。我们常以为身上的记号只是普通的长相，但从佛法深层的因果观来看，人的色身其实是业力与愿力的显化。这就像去庙里进香，在衣服上盖平安印章一样，天道与自身的愿力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，是为了在茫茫人海中能被对的人认出，并在特定时刻唤醒前世的记忆与渡人的使命。佛经上说，万法唯心造，有灵之人心地清净，身上的清净气场特别强，就像听收音机对准了频道，当你靠近它时，你心中原本杂乱的无明烦恼也会不知不觉被降服，心里自然就会觉得平静、欢喜，没有压力。我们老一辈常说，不是相欠债，不会都一块。但这3种人往往是来渡人，化解我们生活中苦难与怨气的。如果你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人，不论是老伴、媳妇或菜市场的摊贩，请务必好好善待他们，广结善缘。若你发现自己就是，请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与善良，千万别因为在社会上吃了亏、受了委屈就封闭内心，忘记了你来到这个世界的初衷。大家有没有注意过，在我们身边，有些人只要微微一笑，脸颊上就会浮现2个浅浅的酒窝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这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福报与前世的秘密。我们老一辈常常说，这种孩子笑头笑面，长得一副讨喜的模样，人见人爱。如果我们用佛法与3世因果的角度来看，这对酒窝绝对不仅是长得好看而已，它其实是灵魂转世时留下的一种喜缘印记。古时候的大德高僧开示过，佛经里有一部很著名的杂宝藏经，里面提到了无财7施，意思是说，我们就算口袋里没有半毛钱，也能做7种布施来累积大福报。其中第1种就叫做颜施，也就是用和颜悦色、真诚的笑容去对待众生。这脸上有酒窝的人，往往就是过去生中常常用颜施来广结善缘、修持欢喜心的人。他们在过去的轮回里，可能行善不求出名，
做善事不图回报。别人遇到烦心事，他们总是愿意给出一个温暖的微笑，去安抚那些焦躁不安的心。他们曾经护持过佛法，供养过出家人，用最纯粹的欢喜心去度化别人。因为这份发自内心的喜悦与慈悲，所以投胎转世的时候，因果福报在他们身上显化出了一个和合之印，也就是这对酒窝，作为他们今生恩赐福果的证明。所以脸上有酒窝的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笑中藏福，他们天生就带着一种很轻盈很亲近的气场，跟他们在一起你会觉得没有压力。在人群中，他们就像是调和气氛的润滑剂，在家庭里，他们就是带旺人气的福星。我们来讲一个现代人很熟悉的场景，大家过年过节回老家团聚，或是家族吃年夜饭的时候，常常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候，对吧？长辈可能出于关心，常常会问，什么时候要结婚啊？年终奖金领多少啊？小孩考上哪间学校啊？有时候妯娌之间、亲戚之间还会暗自比较，气氛弄得很僵，一句话没说好，那股无名火烧起来，可能就要吵架了。这时候，如果家里有一个脸带酒窝的晚辈或媳妇，他们往往就是那个能瞬间化解冰霜的人。他们可能只是笑眯眯地端着一盘水果走出来，撒个娇，说句好听的玩笑话，那种不带攻击性、发自内心的笑容，就像是一阵春风，瞬间就能把客厅里那种剑拔弩张的业力网给吹散了。或者，你想想每天早上热闹的菜市场，为什么某一摊卖菜的阿姨，或是卖水果的老板，生意总是特别好？别人卖的高丽菜也没有比较差，但大家就是喜欢去他那一摊。你仔细看，那种老板通常都是笑脸迎人，脸上往往带着和善的酒窝。你过去买菜，他笑着说，来，阿姐，这把葱送你啦，今天穿的真水窝。大家去跟他买菜，买的其实不只是那一把青菜，大家是在沾染他身上那份欢喜心。这就是有灵之人的特质，他们用笑容在人间行菩萨道，无形中就把沉闷的生活给点亮了。更深一层来说，这个酒窝其实是一个跟善法相应的接引点。这类人天生直觉很强，悟性也很高，因为他们的心灵是敞开的，没有太多世俗的防备。他们在人际沟通上往往有很高的天赋。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过好自己的一生，更是带着接引他人向善的任务而来的。曾经有一位讲经的法师说过，他每次在台上弘法的时候，只要看到台下有脸带酒窝的信众，他就能特别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亲近的共鸣。这些人的笑容和专注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善业磁场，甚至会带动全场听经的人，让整个法会的气氛变得更加祥和。这种感应道交绝对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这类人过去生累积的善根深厚，他们能接引更多的善缘与佛智。所以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笑容温和、讲话轻声细语、脸颊上有着酒窝的人，请你千万不要忽略他们的存在。他们可能就是你这辈子的一把福报的钥匙。当你心情低落，被无名烦恼困住的时候，找他们聊聊天，喝杯茶，看看他们真诚的笑容，你身上的负能量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净化了。而如果你自己就是那个脸上有酒窝的人，请你要好好珍惜你这份过去深修来的礼物。不管外面的社会多么复杂，不管别人怎么误解你，都请你不要收起你的笑容，因为你的笑容不仅仅是你的福果，更是这个世间非常珍贵的解药。看完这第一种人，你是不是脑海中已经浮现了某个亲朋好友的脸庞了呢？接下来
我们要谈的第二种人，他们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责任，默默吃苦却不含泪，特征也藏得比较深，但他们往往是我们生命中最坚强的后盾。我们老一辈的长辈有时候看到小孩子脖子后面或是背上长痣，都会摇摇头说：哎呀，这分仔以后是劳碌命了，这颗痣叫做扛担痣，这辈子注定要替别人背重担的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悲观，说这个人就是歹命，但是如果你懂得佛法的深层因果，你就会知道事情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。在佛教的因果观里面，这颗位于脖子后方看不见的地方的痣，象征着一种深重的愿力。背什么呢？背因果，背责任，背着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的菩萨大愿。讲到愿力，我们最熟悉的一定就是地藏王菩萨。地藏菩萨发过一个大愿：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费心甘情愿留在最苦最可怕的地狱去，把那些受苦的众生一个一个救出来。你说地藏王菩萨是歹命吗？当然不是，那是无量的慈悲，是超越凡夫的大愿力。脖子后方有痣的人，在某种程度上身上就带着地藏王菩萨这种慈悲的影子，他们是佛家说的成愿再来的行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在过去生可能许下过保护家人、救度众生，或是代替众生受苦的誓愿，但是因缘还没圆满，所以这辈子他们带着过去的大愿重新回到人间。那颗痣就是老天爷给他们的菩提提醒，提醒他们，你还有任务在身哦，你要替别人担担子，这是你在人间修行的道场哦。我们把镜头拉回我们现在的社会，你仔细看看身边的亲戚朋友，一定有这种人。在很多传统家庭里，总有一个人，他可能不是书念得最高、钱赚得最多的那个，但他绝对是最可靠的那根柱子。可能是那个为了照顾中风卧床的父母，宁愿自己不嫁人不娶妻的大子或大哥，又或者是兄弟姊妹在外面做生意失败，欠了债，别人躲都来不及，只有他默默地拿自己的老本出来帮忙还钱。旁边的邻居朋友看了，常常会替他们抱不平，骂他们，你怎么那么傻啦？你这样一直被吸血，自己以后老了怎么办？或者长辈会叹气说，哎，这拢是相欠债了，上辈子欠他们的，这辈子来还了。的确，因果里有相欠债的说法，但是脖子后面有痣的这些人，他们的心里其实藏着一股常人没有的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。就算没有人逼他们，就算他们心里也会觉得累，觉得委屈，甚至常常一个人在夜里偷偷掉眼泪。但只要家人一发生事情，他们还是会第一个冲出去挡风遮雨，因为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刻着一句话，我不扛，谁来扛？这就是佛法里说的愿力大于业力。他们不是天生喜欢吃苦，而是他们舍不得众生吃苦。他们在家庭里扮演的就是在家菩萨的角色，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和青春在圆满他们过去生许下的誓言。高僧大德曾经开示过，愿力大者能破万难。这类人虽然走得比别人辛苦，但是他们心性的境界是很高的。只要他们不生起怨恨心，把这份照顾家人的辛苦当成是在行六度波罗蜜里的忍辱与布施，当成是在累积成佛的资粮，他们往往在中晚年之后会得到诸佛菩萨极大的庇佑。因为因果法则是不会亏待善良人的，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家里或是你身边有这样一个脖子后方有痣，
总是默默在替大家扛起责任的人，请你一定要多给他们一点体谅，一点温暖，不要把他们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。逢年过节，哪怕只是倒杯热茶给他，跟他说一句，这几年你真的辛苦了，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。而如果你自己就是那个脖子后面有痣，常常觉得自己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的人，我想轻轻地跟你说，菩萨都知道你的委屈，佛祖都有看到你的眼泪，你不是歹命，你是带着大愿力来的有灵之人，请你好好爱惜自己，偶尔也要学会放下，让自己喘口气。你的这份大愿，终将化为你未来生生世世最不可思议的福报。这就是第二种人让人心疼又敬佩的顾家菩萨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三种人，他们又是带着什么样的使命来到人间呢？他们有着极度柔软的心，却也最容易让自己受伤。听完了前面两种人，我们现在来聊聊这第三种有灵之人。在佛门里，胸口正中间，也就是左右心房交界的地方，对应着我们内在的菩提心。高僧大德曾经开示过，如果一个人的胸前生有痣，这绝对不是无缘无故长出来的，这是前世修慈悲观、行菩萨道留下来的悲悯印记，这代表他带着极深的护人、度人、拔苦的使命，是带着观世音菩萨那般寻声救苦的慈悲心肠来到这辈子的。大家在生活里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？或者是你自己就是这样，每天晚上吃饱饭，坐在客厅看晚间新闻，看到哪里发生了灾难，哪里有可怜的独居老人没饭吃，明明是不认识的陌生人，他看着看着，眼泪就跟着掉下来。又或者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，如果发生了什么难事，他比当事人还要着急，甚至晚上还会烦恼到睡不着觉。身边的朋友只要心情不好，第一个就是找他吐苦水。倒垃圾，他总是安安静静的听，用一种很安定的力量去包容对方。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这种人听完了别人的苦，别人是轻松了，但他自己却常常觉得胸口闷闷的，好像有一口气憋在那里，有时候还会莫名的心悸、疲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从佛教的深层因果来看，胸前有痣的人属于习惯带众生受苦的灵体。在过去生中，他们可能是出家修行的亲信侍女，可能是到处悬壶济世的大医王，或者是常常布施救人的大善人。他们习惯了去承担众生的苦难，所以到了这辈子，他们的心性还是非常的柔软、悲悯，他们的感应力特别强，能够很轻易的同理别人的痛苦，甚至是不自觉地把别人的业障、别人的苦难吸收到自己的心里来。古代有很多慈悲的高僧，为了医治染病的百姓，不惜自己去尝试草药，甚至发愿把病患的业障背到自己身上，这是一种极大的无我愿力。胸前有痣的人身上就有着这种修行人的特质。他们来到人间，不是为了跟别人争权夺利，也不是为了要大富大贵，他们是来陪伴、抚慰和转化这个世间的苦痛的。但是各位长辈朋友，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，我要特别提醒你一句话，慈悲必须要有般若智慧作为引导。很多胸前有痣的人，因为太过度去承担别人的因果情绪，把家人的问题、朋友的困难通通往自己身上揽，长期下来，心里的挂碍太多，反而很容易让自己的身心生病，或者是让自己陷入深度的忧郁与执着中。佛法教导我们慈悲，但佛法也教导我们要有放下的智慧。别人有别人的因果业力，我们尽力去帮忙，
去开导，这叫结善缘。但如果我们把别人的业力死死抓在手里，替别人痛苦，那就是我执了。就像我们去庙里拜拜，观世音菩萨拿着净水瓶，是把甘露水洒给众生，但菩萨并不会把众生的烦恼泥巴往自己身上抹啊。所以这颗长在胸前的痣，其实是佛菩萨给今生的一个温柔提醒，他在提醒你，请不要忘记你的慈悲心，但更不要忘记运用智慧斩断执念，好好关照你自己的清净心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看不得别人苦，总是默默当大家情绪垃圾桶的朋友，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他，不要总是一味地向他抱怨，偶尔也要问问他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有没有什么烦心事想跟我说说？因为他们其实比任何人都需要被温柔以待。而如果你自己就是胸前有痣的有灵之人，请你学会建立慈悲与智慧的平衡，不要让别人的无名乌云遮住了你内在原本清净的佛性阳光。你可以多去亲近大自然，或者是念佛、静坐，把心里的浊气排出去，让自己的正念保持明亮。那么，当我们身边真的出现了这三种有灵之人，跟他们结缘、做朋友，到底会对我们自己的人生、家运带来什么样不可思议的改变呢？为什么老一辈会说近邻者旺，近煞者衰？我们接着看下去，这时候你心里可能会想，就算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，或者我自己就是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日子还不是一样每天买菜、煮饭、顾孙子。如果你这么想，那就真的错过老天爷送给你改变命运的大礼物了。古人常常教我们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但在我们佛教的深层智慧里面，有一句话讲得更透彻，叫做依报随着正报转。这里的正报指的是我们的心念，依报指的是我们周遭的环境与遭遇。当你的心念和身边人的心念改变了，整个家运就会跟着转。我们人在社会上走跳，为了生活奔波，难免会遇到一些烦心事，沾染一些别人的怨气、怒气、嫉妒心，这些负面的贪嗔痴累积在身上，就会形成沉重的业障。当你业障重的时候，运势就会低落，就像是整个人被乌云罩顶，做什么都不顺。但是这些有灵之人，不管他们是来结善缘的福星，还是替人扛担子的在家菩萨，他们因为过去生修来的清净心和强大愿力，身上自带一种非常稳定、明亮而且充满法喜的正能量。当你跟他们结缘，常常跟他们泡茶开讲，或者他们刚好就是你的家人的时候，奇迹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。我们来举几个生活里最常发生的例子。第一个，我们最常讲的化解车关与灾厄。你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况，本来你今天急着要出门办事，结果你那位脸上有酒窝，或者平时默默付出的善良朋友刚好来找你，或者在门口拉着你多聊了两句，把你给耽搁了10分钟。你心里本来还有点着急，甚至有点抱怨，结果你出门骑车走到前面那个大十字路口一看，哎呀，吓出一身冷汗。前面刚刚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连环车祸。如果你提早10分钟出门，按照你的速度，你刚好就会卡在那个车阵里面。我们常去庙里拜拜，说这是神明保庇，帮你挡了一个灾。其实那个把你留下来多讲两句话的人，就是你命中的护法贵人，他亲近的频率在无形之中把你原本会遇到的恶业灾难给错开了。这就是有灵之人化解恶缘的力量。第二个，生病遇贵人医师。有时候家里长辈或者小孩生病，到处看就是找不到原因，全家愁云惨雾，
气氛荡到谷底。结果，因为一个有灵之人的牵线，或者只是他常常来家里探望，真心的给你几句安慰，没过几天，突然就有远房亲戚或是邻居介绍了一位很厉害的贵人医师，一去看，药到病除，病情突然就有了转机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巧合，但其实是因为有灵之人的亲近善念，化解了你们家原本纠结的业力网，让原本进不来的善缘跟贵人终于能走进来了。第三个，家业与财运的突破。本来做点小生意，店里冷冷清清，或者是孩子找工作一直碰壁，但只要家里有这种心性稳定、有善根的长辈坐镇，或者常跟这样的朋友来往，不知不觉难关就过去了，停滞的事业也突然顺遂了起来。很多人一开始不明白，事后回想起来才惊觉，这些人生的转机怎么都发生在跟某位特定的人结缘之后。其实这些有灵之人，他们并没有帮你念咒画符，他们靠的是一颗没有所求的清净心。当你们在同一个空间里，他们高频率的善念会自然而然地去拉提你低落的无明。他们就像是未显露身份的护法菩萨，不贪图名利，仅凭着他们存在本身所散发的慈悲，就能转化周围的气场，带动整个家庭的因缘慢慢往善的方向走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运气真的很背，烦恼很多，你不妨静下心来检视一下，你最近是不是常常跟那些爱抱怨、爱计较、满嘴怨气的人混在一起？是不是因为忙碌，反而疏远了那些总是安静、善良、会包容你的朋友或家人？遇到有灵之人，是你过去生种下的福报，你不需要向他们索求什么好处，只要你心存敬意，愿意真诚地亲近他们，多听听他们说的话，你其实就已经走在消除业障、广结善缘的路上了。这时候，大家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疑问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每天要顾孙子，煮3餐，烦恼家里的大小事，我都没有时间去庙里诵经拜佛，我要怎么做才能像你说的这样，养出一颗清净心，甚至变成一个有灵之人来庇佑家人呢？其实啊，佛家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绝对不是叫你抛家弃子，躲到深山里面去打坐。真正的修行就藏在我们每天的行住坐卧、柴米油盐里面。只要你的心念转了，你家里的客厅、厨房就是你最好的道场。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3个非常简单，不花你1毛钱，而且今天看完影片，明天马上就可以跟着做的小习惯。这3个微小行动能帮助你慢慢洗净身上的贪嗔痴，把你的大福根给养出来。第一个行动，早晨起床的清水供养。我们每天早上起床，很多人都有喝一杯温开水的习惯。从明天开始，当你倒好这杯温水的时候，请你先不要急着一口喝掉，你可以双手捧着这杯水。如果你家里有佛堂，可以先在佛菩萨面前供一下，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如果没有也没关系，你就站在窗边，看着外面的天空，在心里默默地发一个愿，愿这杯清净的水洗净我身体里的无明烦恼与浊气，让我今天一整天都能保持一颗清净慈悲的心。然后慢慢的一小口一小口的把这杯水喝下去。你要去观想这杯干净的水把你昨天累积的挂碍，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全部都冲洗得干干净净。这在佛门里不仅是用至诚心供养3宝，也是在唤醒你内在的佛性，用一杯水开启你一天的正念。第二个行动，出门散步。
买菜时的无相微笑布施。我们前面讲过，脸上有酒窝的人，过去生就是常常做严师，这个我们大家今天就可以开始练。这是最生活化的六度波罗蜜。早上你去公园运动，或者去传统市场买菜的时候，不管是遇到卖菜的阿嫂、隔壁邻居，甚至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请你试着给他们一个真诚的微笑，点个头，不用刻意找话题硬聊，就是一个简单的笑脸就好。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哦，很多人一大早出门，眉头是深锁的，可能昨晚没睡好，可能心里还在气小孩不听话。当他看到你对他笑了一下，他心里那层硬硬的无名壳突然就软化了。你没有花半毛钱，却用一个微笑化解了别人的一丝烦恼。这就是累积功德的无相微笑布施。你每天散发出这种慈悲喜舍的心念，久而久之，别人只要看到你，就会觉得像看到菩萨一样欢喜，善因缘自然就会往你身边靠。第三个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忏悔放下法。这个行动最重要，尤其是对我们前面讲的脖子后面有痣，或是胸前有痣，常常把别人的责任跟苦难揽在自己身上的人，一定要学会。很多长辈常常失眠，为什么？因为脑袋里装了太多白天的执着。谁说了你一句难听话？媳妇今天脸色不好看，菜市场为了几块钱跟人起争执，全部带到床上去想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当你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，请你闭上眼睛，做3个深呼吸，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句话：今天发生的所有好事、坏事，一切皆是因缘假合，我全部都接受，也全部都放下。我原谅今天惹我生气的人，愿解一切怨结。我也原谅今天做得不够好的自己。你要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今天的事情到今天晚上就已经随缘消散了。绝对不要把今天的怨气跟烦恼带进明天的梦里去轮回。放过别人，其实就是破除你自己的我执。当你学会了睡前放下，你内在的菩提心才会清明，你的灵魂才能在晚上得到真正的清净与安宁。这3个动作：早上的供水，出门的微笑，睡前的放下，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愿意每天做，不出1个月，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的眉头松了，心情亮了，连家里的气氛都会跟着好起来。讲到这里，最后我想对所有在生活中感到孤单，觉得自己总是在默默付出的有灵之人，说几句心里话。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3种人：脸上带着喜缘酒窝的福星，脖子后面背着重担痣的顾家菩萨，还有胸前印着悲悯痣的带苦行者。表面上看，这只是我们身体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记号，但其实这都是灵魂在漫长的轮回里面，因为不舍众生受苦所留下来的慈悲与菩提大愿。如果你在看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心里一直有某种触动，甚至觉得眼眶有点红红的、酸酸的，那代表你灵魂深处的善根记忆已经开始被唤醒了。我知道很多拥有这些特征的朋友，特别是那些总在替家人扛责任、替兄弟姊妹还债，或者是常常听别人倒垃圾的长辈们，你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走得真的很辛苦，很疲累。有时候夜深人静，你一个人坐在客厅，也会觉得好孤单。你会觉得为什么自己付出了这么多，却常常被身边的人误解，甚至被当作理所当然。你可能会在心里问自己，甚至问佛菩萨，我这么傻傻的做，傻傻的忍，到底有没有意义？今天
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听进心坎里。你的委屈，诸佛菩萨都懂；你吞下去的眼泪，护法龙天都有看见。你绝对不是歹命，你也不是傻。你之所以会来到这个家，会遇见现在这些人，是因为你前世发过大愿，你是带着慈悲与度化的任务重返人间的。你这辈子的每一分付出，每一次不计较的忍辱包容，都没有白费。他们都在无形之中替你自己，替你的子孙累积了很深很深的无量功德。高僧曾经开示，菩萨愿力不舍众生，因缘未满不入涅槃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还在这个世间，你就还有菩提善缘要结。你的言行，你的悲心，都在悄悄改变着身边人的因果命运。所以，请你千万不要因为世俗的眼光，就封闭了你那颗柔软的菩提心，也不要因为曾经吃过亏、受过伤，就收起你那温暖的笑容。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片最珍贵的福田，只要你不忘记你的初心，你就是这个有时候看似冷漠的五浊恶世里最温暖、最明亮的一盏传灯。相遇皆是缘分，今生我们能透过这支影片在网络上结下这个善缘，也是我们灵魂深处的一场法缘相聚。最后，我想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在底下的留言区写下我来接福，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让我们把几千个、几万个善念汇聚在一起，在这留言区形成一个强大的、清净的正向共业磁场。我们把这份殊胜的功德回向给我们最爱的家人，回向给自己，也回向给世间所有一切众生。愿大家都能业障消除，离苦得乐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番话有像甘露水一样滋润你的心头，给了你一点点力量与平静，恳请你顺手点个订阅，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并将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需要温暖的亲友。你的每一个关注和分享都是一次极其珍贵的法布施，能让这份菩提善念传递给更多在迷茫中需要佛法光明的人。祝福大家身心自在，福慧双修。我们下次见。阿弥陀佛。